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第10个视频。今天继续上一个视频，接着讲一讲大一开学之后的故事。高三学了一整年，好不容易上了大学，谁还在学习呀？所以大一的生活主要以玩为主。我在高三的时候就经常玩 PlayStation 游戏机，到了大学，终于离开了父母，一定要买一个自己的游戏机。由于游戏机需要连接电视玩，所以首先要买一个电视。我们寝室集体买了一个这种小型的电视机，好像是11寸的。当时花了多少钱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在大4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又把这个电视机卖给学弟们了。接下来我就买了我心中一直想要的 PS1， 当时花了500人民币，二手的，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了。对我来说，这个 PS1 比任天堂的 Switch 更好玩。2016年3月份，魏魏来我家的时候，我俩还一起玩了一会儿。自从有了游戏机之后，我就天天在寝室里玩游戏了。当时只要一有时间，就去沈阳的五爱街去买 PS 光盘。在大学的4年间，我收集了60多张游戏光盘，我买了这样的一个盒子，当时都装满了。我在大一的时候比较喜欢玩的游戏是《最终幻想8》和《生化危机3》。我玩的《最终幻想8》是英文版，一边玩一边学习英语。我还记得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召唤兽，主题曲《Eyes on Me》的歌也非常好听。生化危机3就更有意思了，我在前面玩，317寝室来自河南的老贾在后面一边看着只有文字的攻略书，一边告诉我应该往哪里走。我在玩生化危机3的时候，好多同学都在我后面看。有一次我让后面看攻略的老贾玩，我在后面看，他说不行，他只会看攻略，不会像我那样的快速闪躲。317寝室来自新疆的葛帕尔说了，冯同学啊，你以后别玩了，你一玩我就想看，不看还觉得缺点什么，因为看我玩游戏就像看美国大片一样。然而我的游戏机不只是我一个人玩，我们班的人都可以随便玩。来自陕西的巨头和来自福建的包哥2个人最喜欢玩实况足球，有时317寝室的湖北的桂子同学也来我们寝室玩。和桂子玩足球的时候有点特别，不能用铲球，因为桂子说铲球属于玩赖行为。别的大学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大学1年级的时候不可以买电脑，同时晚上必须都要上自习室自习。为了让大家都上自习，晚上19点到21点之间，还有一些同学组成了纠察队，挨个寝室确认，看看是不是都去上自习了。所以我们在寝室里玩游戏机的时候，是让其他的同学在外边把门给我们锁上，这样纠察队来了，看到寝室的门已经被锁上了，就会认为寝室里没有人。不过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有一次我还是被抓到了，电视被没收了。后来我亲自给辅导员写了5页的检讨书，说尽好话才把电视拿回来。虽然是天天玩游戏，高等数学的期中考试，我们班只有3个人及格，其中就有我一个。我记得另外2个人是山东的董小姐和四川的吴小姐。顺便说一下，董小姐现在是桂子的妻子。这就是当年的考试题，我得了85分。这些微积分的数学题，现在我已经做不出来了。期中考试通过了，但是期末考试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期末迎来了我大学的唯一一次挂科，高等物理。我记得当时的考试题里有一个题是让写出隧道效应的公式，这道题我没有答上来。我查了一下网上的信息，没有一个直接的公式。所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，写成一个公式的话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不知道对不对？明白这个公式的朋友，请一定给我留言，帮我再温习一下高等物理的知识。挂科也没有影响我爱玩的心理，只不过我小心了一点，后来就再也没挂过科了。学校里挂科的同学普遍都是来自于西北5省的同学。那个时候我只是玩电视游戏机，有些同学玩的是刚刚兴起的网络游戏传奇，好多人因为玩这个网络游戏挂了很多科。
那时候的娱乐除了游戏机以外，还有 VCD 电影光盘。那个时代 DVD 光盘在中国还没有普及。我们基础学院的图书馆里有一个放映室，我记得有好几台 VCD 机，每一个 VCD 机可以引出2个耳机，一般都是2个人一起看，看一个电影是2元人民币。我就和我们寝室来自河北的樵夫一起看《勇闯夺命岛》，就是我在那个时代看的。Where'd you dig up this guy? That's classified. Welcome to the Rock. 当时的2元钱能吃一顿比较好的饭了，所以没有钱的我们也不能经常看，有的时候是蹭看，蹭的话只能看到图像，没有声音。当时我们班长辽宁的曹同学还租下了大放映室，我们全班看了《阿甘正传》，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大片儿。除了看电影，我还买了一个 CD 机听音乐。那个 CD 机到现在还在我家里的某个地方待着呢，充上电的话应该还能用。我和巨头买的是松下的 CD 机，柜子买的是索尼的 CD 机，它的那个还有月光宝盒功能。夏天大学的体育课是可以自己选项目的，我记得第1学期我学的是我喜欢的篮球，后来才发现喜欢的篮球是需要考试的。第2学期我就直接改成了健美操，那个不需要考试。这一科我后来拿了满分100分。我妻子他们女生寝室的8个人都选择的是轮滑。冬天我们体育课只有一种，就是滑冰。我们学校的体育场冬天就都撒上水，结成冰以后，我们就在上面滑冰。这是我妻子当年的照片。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他的照片，估计如果他向我表白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心里只想着游戏。那个时候大家选我当体育委员，有一段时间学校让所有的同学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，体育委员负责点名，就在这个小操场跑。我发现同学们都不想起床那么早，而且连监督我们的人也都起不了那么早，所以我就让同学们都不用起来了，我一个人6点钟起来，把大家的名字都填上。那个时候其他班级的人都在操场上跑，只有我们班没有人跑。我们班同学都很感谢我。有一天邹同学早上起得很早，我把他的名字填完之后，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去吃早饭，他说他还没洗脸刷牙呢。我当时想，这个女孩说话也太直接了。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她了，没想到现在我已经把她娶回家了。我们在校园内的娱乐生活就已经丰富多彩了，我们在校园外的娱乐生活也一点也不差。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游戏机房，我经常和曹班长一起去，只玩合金弹头，一个币能玩到第5关。2001年的时候，大家的通信方式主要是 IP 电话，有些人能攒了很多这种 IP 电话卡。与 IP 电话卡共存的一种通信方式是刚刚兴起的 QQ 软件。同学们都纷纷的注册了 QQ 账号，到了我大2的时候，还出现了珊瑚版 QQ， 能显示出你在学校里的几舍。当时7舍是女生宿舍，其他是男生。
而且根据住在几舍，大体能知道对方是哪个学院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流行联谊寝室，我们班女生寝室，也就是我未来妻子他们寝室，伪装成沈阳工业学院的人给我们寝室打电话，要和我们寝室联谊，然后互相加了 QQ。 当时阿飞好像和其中一个人网恋了。阿飞那个时候刚刚从青海出来，还比较单纯，被我们班女同学给欺负了。不过阿飞现在可不那么单纯了。大一的时候，巨头和陈同学在谈恋爱，可惜后来分手了。当时我和邹同学并没有谈恋爱，桂子和董同学也没有。可是后来我和邹同学结婚了，桂子和董同学结婚了，我们一个班竟然成了2对情侣。大一的最后一个学期放假前，我们要从基础学院搬到本校区了。搬家当天我出去玩游戏了，回寝室的时候才发现大家都没了，寝室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才反应过来原来今天搬家。然后我一个人先坐224路公交车，再坐244路公交车去了本校区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从家到大学的火车是 N2224， 从火车站到学校，大一的时候是224路公交车，大二以后是244路公交车。沈阳市电话的区号是024，当时我们寝室的电话号码是24244280，出现的所有数字都是2的 n 次方。在我们本校区南门下车，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寝室。新寝室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蟑螂特别多，一打开柜子，里面能有上千只蟑螂出来。接下来的3年的大学生活，我就是在这个319寝室度过的。上厕所非常方便，因为对面就是厕所。到此为止，大一的生活就正式结束了，咱们下次再见。